如果大家聚焦铭文赛道的，现在总能反应过来，是一波铭文疯狂牛市了吧 ？ORDI 上万倍 ，ETH 数千倍 ，ATOM 近千倍 ，SATS 50倍，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人听了热血澎湃，无不心向往之。接下来，简单记录在铭文赛道的一些铭文，特别是 BRC-20的投资经历，也当作复盘反省，诸多遗憾，希望以后做得更好。ORDI， 今年3月份 ORDI 诞生，由于那时并不知晓有这样的发币方式和玩法，故而也没获取到低成本获得 ORDI 机会。按照币友的说法，一份1000枚的铸造成本仅1U 左右。到了4月份 ，ORDI 的场外社群开始热闹，从几十 U 一份到几百 U 一份，波动上涨。Unisat 也开始开放 BRC-20代币的场内交易。到了真正有机会购买 ORDI 时，差不多也是一份1000U， 也就是1枚1U 左右了。那时候 Pepe、iDoge 的爆拉多少也分散了很多币友们的注意力，并没有对铭文赛道的第一波牛市有深刻理解。到了今年5、6月份 ，ORDI 上 Gate 现货交易对的最高价计算，一份变成了29000U， 也就是近3万倍涨幅的代币了。即便是1U 1枚参与的，也有机会吃到20倍。在这个代币上，并没有获得理想的回报。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2点：一是信息滞后，尽管越早知道某个项目信息，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最低成本可以介入。但是概率上来讲，多数项目知道的越早，去参与投入的成本就越低，这样项目起飞的话，获得的利润空间就会很大。关于信息滞后这点，实际上也不难解决，多加各类活跃社群即可。二是认知不足，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，币圈一级市场时不时新概念新叙事出现，认知不足便不会有强大的信念和执行力去参与，即便参与上了，往往也只能喝汤而不是吃肉。宽容谦虚的心态在币圈是非常需要的，不要去排斥任何你看不懂的炒作逻辑和叙事。ORDI 的第一波高潮在上了 Gate 交易所之后，单价后边从 29U 上方一路跌到了 2.8U 附近，跌幅 90%。 当然这种跌幅对于山寨币来说见怪不怪了，但是很多投资者往往都是在人声鼎沸的时候进场接盘，基本上都是在无奈中割肉离场。近期的 BRC-20 第二波高潮， ORDI 同样表现不俗，配合 Unisat 推出 Swap 以及币安上 ORDI 现货等消息面， ORDI 一下子拉升接近4倍。 ORDI 币安现货价格走势， ORDI 尽管财富效应惊人，我并没有吃到大肉，只能说是有缘无分了。不过也得感谢他，因为他让我开始了解铭文赛道，并开始精心布局 SATS。 最近没有哪个社群不讨论 SATS， 像极了2021年各个社群津津乐道的 Doge 和 SHIB 的场景。 SATS 同样是基于 BRC-20 部署的代币，不过与 ORDI 不同的是， ORDI 仅需要铸造 2.1万次即可全流通，而 SATS 需要投资者铸造一共2100万次，所以当 ORDI 2天就被人全部铸造出来，而 SATS 的铸造可谓一波3折，铸造次数太多了，当时大家直呼无法被铸造完。乐观的币友则认为年底有机会铸造完，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在今年的9月24日，全部的 SATS 代币即被铸造出来，派发给了超过 3.6 万个比特币地址中，实现全流通。在今年5月份即知道了 SATS 的铸造信息，那会进度 9% 不到。想参与这个代币的逻辑就不再多说了，有马后炮的味道。那个时候的一个决策想法就是，持有至少1/100的流通代币，即21万份，看到2025年大饼减半牛市100U 一份，这样即可实现小目标，一站上岸。想法和现实往往是有差距的，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遗憾，一个看好的项目也选中了进场时机，但还是不尽人意。那只能说在持仓和拿住这2点没做好了。是的，好机会没重仓，拿不住没卵用。
7月份是 BRC20 赛道比较萎靡的时期。SETS 尽管铸造进度一直更新，但是地板价是一路阴跌，一度跌破了 0.00001 葱的单价，一份低于 0.3U。随后在一份 0.3U 的地板价横盘了非常久，给足了底部建仓的时机。那么为了想更精确的抄底，所以并没有在 0.3U 一份的价格满上当初的决策仓位，以至于后边一直觉得自己像极了小丑，久久不能释怀。但其实刻意追求精确的底部，实际上给你猜对了，也不一定多牛逼，反而是哪怕不是价格底部，看好它的也敢去重仓并拿住的，或许才是更好的赢家。SETS 截至今天涨到了 0.0004 葱一枚，即14U 一份，较其底部价格拉升了超过45倍。X 钱包上 SETS 的24小时 SETS 成交量超过了200 BTC， 两个中型交易所今日宣布上线 SETS 现货交易。SETS 的故事还在延续，它不会一直涨，但它永远不是终点。以上是本期所有的内容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